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医学博士平泽精一先生所著的《60岁以后的最佳健康》这本书。为了持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需要全新的健康常识。仅仅关注血压和血糖是不够的，了解矿物质、激素以及正确的补充剂摄取方法并不难，但要在60岁及以后保持最佳状态，需要一些巧妙的方法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60岁后每个人都会急速老化，必须避免的一个致命因素；第二，60岁以后的最佳体调，获取抗衰老身体的新常识。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解说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60岁后每个人都会急速老化，必须避免的一个致命因素。大家是否了解健康寿命与平均寿命的区别呢？健康寿命指的是无需护理或卧床不起，能够独立生活的时长。而男性的平均寿命和健康寿命之间大约相差9年，女性大约相差12年。平均而言，我们会有9到12年需要依赖他人或受限于日常生活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。重要的不是我们能活到几岁，而是如何延长健康寿命，缩短寿命与健康寿命之间的差距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能在去世前依然健步如飞，自主生活，保持活力。因此，听到这里的各位，希望你们能够通过本书深入了解60岁以后身体所需的养分，以延长健康寿命。例如锌、钙、镁等矿物质，以及与骨骼、肌肉甚至动力源相关的激素，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流失。因此，即使你现在身体状况良好，若忽视这些矿物质和激素的缺乏，未来可能会导致活动能力下降、免疫力削弱，最终迅速进入需要护理的状态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理解人体的结构特点。矿物质和激素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少，如果不加以重视，身体就会缺乏这些重要元素。因此，有意识地补充逐渐流失的矿物质和激素，对于60岁及以后的身体健康尤为重要。本书的作者平泽医生，不仅是泌尿科专家，还是新宿医师会的会长。长期以来，他通过自己的诊所为患者和社区居民提供身体与心理健康服务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深切感受到，60岁以上的人群维持身心健康和年轻状态所需的真正重要信息，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。年轻时，即使身体稍微缺乏一些营养素，也可能依靠年轻的体力来弥补。然而，60岁以后，矿物质和激素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到身体，无法像年轻时那样轻松应对。如果不了解60岁以后身体真正需要的信息，许多人会出现身心不适，甚至陷入一种称为衰老的状态。衰老是60岁以后特别重要的概念，大家一定要加以理解。一旦陷入衰老状态，老化会急剧加速，而且即便现在还没有60岁，也应该提前掌握相关知识，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衰老状态。对于30至40岁的人来说，了解衰老的知识也有助于照顾年迈的父母。所谓衰老，是指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机能下降，健康状况变得不稳定。这种状态是由于身体和心理的老化，导致虚弱无力的结果。例如，衰老的典型特征包括步速减慢、活动性下降、失去积极性、容易疲劳、肌力下降、体重减轻等。导致衰老的原因有很多，首当其冲的是随年龄增长导致的肌肉量减少。长期宅在家中，减少运动和社交机会，都会使肌肉量减少，运动机能下降，从而增加衰老、跌倒、骨折及卧床不起的风险。此外，营养不良也是导致衰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如果饮食摄入不足，卡路里摄入不够，肌力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进而更容易陷入衰老状态。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引发衰老，例如长期使用止痛药或安眠药与衰老有关。此外，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会隔离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，进一步加剧了衰老的风险。作者指出，
自从大家减少外出和与人见面后，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出现衰老现象。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，衰老的年发病率大约为6%，但之后却上升到了16%。由此可见，预防衰老、保持身体和大脑功能的重要性在于积极外出和与人交往。如果长期待在家里，衰老会在不知不觉中加速发展。其实，外出做些简单的活动就能有效预防衰老，比如步行去附近的超市购物，和朋友一起吃午饭，在公园散步聊天，去卡拉 OK 或者钓鱼等活动都可以。最关键的是，尽量避免过度宅在家中，因为这会加剧衰老。我们需要记住的是，60岁之后，身心会迅速走向老化。如果放任衰老发展，会更容易感冒转成肺炎，或因跌倒导致骨折。这些伤病往往会成为长期卧床的导火索。在当前慢性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若过早卧床，生活质量将大大降低，享受人生的机会也会大幅减少。有调查显示，60岁之后，有些人会较早出现衰老现象，而65岁以上的20%至25%的人群已经处于衰老状态。因此，衰老并非他人的问题，预防必须尽早开始。到了60岁，身体的荷尔蒙平衡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，身心都会迅速走向老化。因此，避免衰老和需要护理的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并逐步打造一个不被老化打败的身体。作者还指出，60岁之后能尽情享受人生，才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。60岁以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开始。虽然60多岁时可能没有20岁、30岁时的体力，也不再能轻易承受过度劳累，但随着工作、育儿及社会责任的减少，你将拥有大量自由时间。这段时期，你积累了一定的储蓄，生活费用压力不再那么大，可以不再把宝贵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，而是用来享受自由时光，这会极大提升幸福感。此外，年轻时可能因为经济原因无法旅行，而到了60多岁，积累了一些财富，可以自由地去国内外旅行，体验更多事物。你也可以毫不吝啬地投入资金在自己喜欢的兴趣和娱乐上。60岁以后，生活的选择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被工作和责任填满。这是你真正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度过余生的时刻。然而，要想充分享受这段人生的宝贵时间，前提是你必须保持健康。为此，不妨利用一些小技巧来保持健康和年轻状态。本书为实现60岁后的最佳体质提供了真正必要的新常识，只需稍作改变，就能让你在60岁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保持最佳状态，尽情享受这段人生的宝贵时间。第二部分，我将深入解析这些新常识，帮助你实现60岁后的最佳体质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60岁以后的最佳体调，获取抗衰老身体的新常识。首先，让我快速总结一下即将介绍的新常识，便于您理解整体结构。这2大关键要点分别是：60岁后保持最佳体质的健康新常识，一、改善许多人困扰的夜间频尿问题，提升睡眠和生活质量；二、补充长寿矿物质，远离衰老与疾病。现在让我们逐一详细讲解。首先是第一个关键要点，我们要探讨的是改善夜间频尿，以提升睡眠和生活质量这一新常识。根据作者的观点，许多老年患者常常提到夜间频尿问题。所谓夜间频尿，指的是在入睡后，因为需要上厕所而不得不至少起床一次，进而对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。或许你也曾经历过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夜里频繁醒来上厕所，或者因为频繁上厕所导致难以进入深度睡眠。如果您正因这些问题困扰，那么您一定能理解，夜间频尿严重降低了睡眠质量，也对生活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因此，尽早改善夜间频尿至关重要。如果能有效解决夜间频尿问题，您的生活质量将大幅提升，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强。不仅如此，
持续的夜间频尿还会增加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，例如放任夜间频尿不管，可能导致脑出血、脑梗塞或心肌梗塞的发生，甚至因为跌倒造成头部受伤或骨折，进而长期卧床的情况也并不罕见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有数据显示，放任夜间频尿不治疗，死亡率竟会翻倍。可能有人认为夜间频尿不过是起床上厕所的小事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请记住，您并不是唯一为夜间频尿所困扰的人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夜间频尿的患者比例显著增加。数据显示，60多岁人群中约有40%受到夜间频尿困扰，70多岁时这一比例升至62%，而到了80多岁时，受影响的人数高达84%，包括潜在患者在内，40岁以上的夜间频尿患者已达约4500万人之多。这一数字清楚表明，夜间频尿绝非少数人的问题。那么，如何改善这种令人烦恼的夜间频尿呢？多数情况下，夜间频尿不会自行消失，我们必须通过调整睡前习惯来积极应对。如果只是偶尔因为睡前摄取过多水分而起夜几次，或者起夜1-2次后依然能迅速入睡，那么您不必过于担心。但对于那些频繁受夜间频尿困扰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人，及早采取措施改善尤为重要。然而，如果您每晚必定会醒来2次以上，导致睡眠不足，并因此感到压力增加，或是觉得夜间频尿正在降低您的生活质量，那么就需要采取改善的措施。尽管使用药物治疗夜间频尿确实有效，但首先通过调整睡前习惯也有可能改善夜间频尿。因此，建议您先从可以自己实践的自我护理方法开始。首先，请尝试减少睡前过多的水分摄入。事实上，作者指出，夜间频尿的一个常见原因是睡前摄取过多的水分。显而易见，喝水多了，尿液自然也会增加。所以，请先检查一下您是否在睡前摄入了过多水分。此外，注意避免在睡前喝冷饮，冷饮会使膀胱肌肉放松，更容易产生尿意。因此，遭受夜间频尿困扰的人最好选择温热的饮品。同时，除了水分的摄入，还应注意避免在睡前摄取咖啡因和酒精。众所周知，咖啡因具有利尿作用，很多老年人喜欢喝绿茶，尤其是玉露茶，其咖啡因含量竟是咖啡的2倍多，因此要格外小心。此外，红茶、焙茶、乌龙茶等也含有咖啡因，虽然这可能令人感到意外。如果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睡前饮用了含咖啡因的饮品，这可能就是夜间频尿的原因。因此，请尝试在睡前避免摄取含咖啡因的饮品。如果您习惯在睡前喝茶，可以选择几乎不含咖啡因的草本茶。草本茶有些还能够提升睡眠质量，因此在晚上或睡前饮用，效果会更好。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酒精，酒精也具有利尿作用，尤其是啤酒和红酒等含有促进新陈代谢的钾，会导致频繁的排尿，特别是啤酒，排尿速度比水快10倍。因此，如果您担心夜间频尿，尤其应避免睡前饮用啤酒。除了咖啡因和酒精，还要注意控制盐分摄入。众所周知，摄入过多咸的食物会使我们口渴，进而增加水分摄取，人体会维持体内盐分的平衡。因此，摄入过多盐分会导致身体增加体液，并试图通过尿液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。因此，减少盐分摄入也是改善夜间频尿的重要措施。实际上，大家都知道，过量摄取盐分对健康有害，因此建议您重新审视自己的盐分摄入量。总结而言，如果您能够减少睡前的水分摄入，避免咖啡因和酒精，并控制盐分摄取，夜间频尿问题可能会得到显著改善。此外，我还建议您提高睡眠质量。实际上，夜间频尿的一个原因就是睡眠障碍，因此通过提升睡眠质量，你也能期待夜间频尿的改善。提升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，本书特别指出，避免在夜晚接触过于明亮的光线，晚上尽量将卧室的灯光调暗，
睡前减少看电视、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时间。相反，早上则应尽量多晒太阳。此外，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个提升睡眠质量的因素是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。对人类来说，理想的二氧化碳浓度应低于1000 ppm， 但实验表明，在封闭的卧室中，清晨的二氧化碳浓度往往会超过4000 ppm。这意味着我们在睡眠过程中，往往处于严重的缺氧状态。在缺氧的环境中睡觉，会大幅降低睡眠质量。最近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晚上难以入眠，可能是因为卧室内的二氧化碳含量较高。对此，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：睡觉时打开卧室的窗户，或敞开卧室的门。通过这种方式为卧室通风，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浓度。如果卧室长期处于密闭状态且通风不良，几乎可以肯定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。因此，请务必进行通风，以提高睡眠质量。另外，我个人非常推荐在卧室中摆放一些观叶植物。植物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，从而有助于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。此外，观叶植物还能净化空气，像空气净化器一样去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。因此，在卧室中摆放观叶植物可以帮助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。观叶植物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够自然调节室内的湿度，对湿度的平衡也有帮助。而且，植物还有令人感到放松的效果。这种疗愈效果可以对睡眠产生积极影响，特别是对于那些试图入睡却交感神经仍然紧张的人来说，植物的放松作用尤为显著。因此，我强烈建议你在卧室里放一些可爱的观叶植物，享受它们带来的放松感与优质睡眠。其次是第二个关键要点，为了保持最佳状态，60岁后的新常识：补充长寿矿物质，远离衰老与疾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些矿物质会自然缺乏，因此补充这些矿物质可以提高免疫力，帮助预防感染、癌症等疾病。其中，对身心健康影响最大的一种矿物质是锌。可能许多人对锌并没有太深的印象，但作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倡，保持老年人健康的关键在于解决锌缺乏问题。近年来，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锌的重要性。但即使在医生群体中，也很少有人将身心健康问题与锌缺乏联系起来。很多人将锌与增强性功能联系在一起，认为它是男性所需的营养素。但事实上，锌对于维持皮肤、毛发健康、稳定情绪，并提高免疫力都有重要作用。如果你想延缓衰老，锌也非常关键，因为它能够中和活性氧，防止衰老与疾病。如果缺乏锌，可能会导致外表显得苍老、情绪低落、记忆力减退、味觉减弱，甚至增加罹患癌症、感染、痴呆症等疾病的风险。不幸的是，10%到30%的人处于锌缺乏状态，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饮食来摄取足够的锌。然而，含锌丰富的食物非常有限，例如牡蛎、猪肝和牛肉。其中很多人并不常吃或不喜欢吃。作者推荐的富含锌且容易食用的食材是鸡蛋。鸡蛋不仅含有锌，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对健康极为有益。因此建议常备鸡蛋。此外，木棉豆腐也是一种优质食材。通过食用鸡蛋和豆腐，可以轻松地摄取锌。除了通过食物补充锌，还可以考虑使用含锌的补充剂。然而，必须注意的是，别人有效的补充剂未必适合自己。作者指出，在现代社会，单靠饮食摄取所有必需营养素并不容易，因此，科学合理的使用补充剂是保持健康的关键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医院开设了专门的补充剂门诊，以帮助人们科学地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。在这个补充剂门诊中，每隔几个月会进行血液检查和尿检。医生会分析患者的营养状况，并判断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。对于那些真正想利用补充剂满足自己身体需求的人，建议利用此类门诊，准确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要更经济实惠的方案，
可以查看公司或居住地的定期健康体检报告。例如，血液中的 ALP 值可以作为判断体内锌含量的一个指标。当锌缺乏时， ALP 值会降低。此外，如果 LDH 值偏低，也表明需要补充 B 族维生素。你也可以在体检时向医生咨询。另外，书中还提到了一种不需要血液检查即可建议60岁以上人群摄取的补充剂，它们是抗氧化的虾青素和白藜芦醇。如果体内活性氧过多，细胞会受到严重损伤，细胞老化加快，容易出现皱纹和色斑，动脉硬化的风险增加，甚至引发各种疾病，老化速度也会加快。为了预防这些问题，本书推荐了虾青素和白藜芦醇。虾青素是一种类胡萝卜素，属于天然红色色素，存在于部分藻类、虾蟹等甲壳类动物以及以它们为食的红色鱼类中。虾青素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C 的600倍，令人惊叹。而白藜芦醇是一种多酚，存在于红葡萄酒、红葡萄、可可粉、花生等食物中。它可以防止细胞氧化，改善皮肤状态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激活长寿基因。这些抗氧化物质的消耗非常快，单靠食物难以摄取足够的量，因此补充剂是最有效的补充方式。作者指出，如果不通过补充剂来摄取抗氧化物质，体内的活性氧将不断增加，导致身体和心灵迅速氧化和衰老。因此，60岁以后，考虑使用虾青素和白藜芦醇等抗氧化补充剂是非常有益的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能保持最佳状态，延长健康寿命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